自从微软释出了 Windows Package Manager， 也就是 Winget 的 Preview 的版本以后，到目前只经过了2个礼拜的时间。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在 GitHub 上面呢找到了支援 Winget 的图形界面的程式了哈。那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来介绍一下目前可以找到的 Winget 的图形界面的程式。那如果说你不想使用命令行的话呢，就可以使用这个图形界面的程式来操作哈。那应该会更加方便，更加迅速。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 Winget 呢已经可以下载安装的这个套装软体有多少我们用这个 Winget show 这个指令再透过word count 算出来呢是有386个。那扣掉它开头的前3行前面这3行是标题以外总共有383个软体可以来做下载跟安装了那距离我们上一支影片2天前呢是350几个又多的大概有30多个应用程式。那我们如果到它的这个 Winget 的这个仓库里面来看我们看这个 pull requests 里面它有378个 pull requests。理论上应该是一个 request 就是有人要准备要加一个新的应用软体进来所以表示说其实还有300多个呢正在等待的加到这个仓库里面来。那如果再加进来了，这样子可能就会有600多个档了那可以见这个 Winget 它增加的这个速度非常快。那也因此呢，可能我们透过这个图形界面程式来操作呢，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那我们先介绍的第一个图形界面的程式是称作 Handy Winget。好，那安装完以后它这个下载安装都很直觉直接执行安装就可以安装起来了那这个 Handy Winget 故意这支程式就是有分成这几大项有到底有哪一些套装软体可以安装，然后你是不是要自己新建一个套装软体，然后到时候呢加到这个仓库里面去所以它也有一个界面可以让你来增加。那这个应该是对软体的作者比较有用的。然后这个呢是设定，然后这个是更新那所以真正我们要做下载的地方呢是在这个 packages 里面那基本上就是你只要点击了某一个要下载的档案以后，你就可以直接再点击下面这个 install selected 就可以把它给下载下来了。那当然它这个搜寻就是有你只要输入你要找的内容，它就可以帮你做搜寻所以它就已经整合好了这样的一个操作界面，可以很方便让我们找到我们要下载的档案。那它的缺点就是它这个到底这个套装软体是什么功能，它没有再进一步的介绍我们上次影片介绍的这个 winstall.app 这个网站反而它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就是每一个套装软体它到底它的功用是什么，它的官网在哪里它都有介绍。那它这个目前呢就是只有帮我们列出来还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介绍。那这是第一个叫做 Handy Winget。那第二个图形界面的程式它是叫做 Sharp App。那这个 Sharp App 它是额外再多加了一项功能就是把这个 Winget 的这个套装这个功能给加到它原来的系统里面来。那它事实上这个 Sharp App 它有整合了很多使用 PowerShell 做好的很多的一个比如说隐私个人资讯方面的设定，或者是说你的诊断资料要不要传给微软等等这些设定，那都是透过很多 PowerShell 的 script 来达成的那它下载下来以后就是只有一个执行档。那我们在点击了它的这个界面里面的某一个功能以后，它其实是执行这个 scripts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某一个PowerShell 的档案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 PowerShell 的档案那它也同时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这个 packages 呢，就是我们的 Winget 我们 Winget 所有的 packages 呢，在这边都可以找到。那要下载的方法你就是你只要去勾选假设我们要勾这个前面3个，然后你勾完以后你再点击这个 Create Packages
然后它就会帮我们建立一个暂存的一个内容，它的内容在这边在右上角你都可以看到，你可以点进来，然后按 Ctrl+A、Ctrl+C， 其实就可以把它整个 mini 给复制起来了，或者是你直接把它存成一个 PowerShell 的 script 出来，或者是直接就执行这个安装程式，所以它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好，那今天主要就是介绍这2个应用程式，都是直接安装在我们的 Windows 系统里面的应用程式。那这个其中就是这个 Handy Winget 是用 .NET 写的，那所以你会需要有 .NET 的环境。好，那另外第3个当然就是上次介绍的这个网站了。那目前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GitHub 上面就找到了这3个工具，可以方便我们更快的来执行 Winget 的程式。好，那以上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Winget 的图形界面的程式。谢谢各位。